注意看，男人刚喝点马尿，居然对神灵发起挑衅。妖怪！你是他妈戴草帽子啃猪，看不出眉眼高低呀！殊不知，一双凶神恶煞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，好似利刃一样，充满了杀气。结果晚上，男人在河边钓鱼时，就惨遭报应，接受神灵的审判。这就是2023最新泰国恐怖片《巫蛊之吻》，惊悚来袭。友情提示：本片全程高能，赶紧艾特上好友，一起打出神灵护体。电影开始，小帅不远万里来到泰国一处偏远而神秘的村庄，深山老林中，古木参天，遮天蔽日，到处透露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，外界人几乎不敢涉足。而小帅此次前来，主要是到小雷音寺寻找他多年未联系的哥哥。结果寺庙的鲁大师却告诉他，你哥哥很早以前就离开了这里。就当小帅一脸疑惑时，一个小和尚突然出现，说他哥哥4年前在金钱的诱惑下杀死一名主持后畏罪潜逃。小帅知道哥哥和小莫一样是个视金钱如粪土的男人，对这种说法产生严重的质疑。为此，小帅决定留下来帮哥哥沉冤昭雪，查出幕后真相。大师答应后，让傻根帮他安排住所。路上，小帅发现村里到处都是雕像，整个村庄都散发着神秘气息，给人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而且大部分孩子都是沙弥的装扮。到达住所后，小帅看到几个正在制作雕像。大师表示，这是村子里最古老的习俗，人死后会将他们的骨灰做成人偶，然后放置到森林，代表着家人虔诚的信仰和精神，希望能得到神灵的保护。可小帅是个无神论者，才不相信这种鬼话。晚上休息时，屋内的灯光突然熄灭，小帅刚点燃蜡烛，突然从窗外听到哥哥的叫声，他赶紧冲出房间，在神秘人的引导下一直追进森林。2个雕像突然出现在眼前，小帅被吓得胆颤心惊，打开闪光灯，缓缓地走上前。这时身后的雕像突然动了一下，还好只是一场噩梦。第二天，小帅在村子里闲逛时，发现这里的村民就像中邪一样，家家户户都在祭拜所谓的神灵。可这些盲目的迷信，只能在精神上得到一些安慰，最终该来的还是会来。这天，小美给弟弟送饭时，正好从小杰家门口路过。小杰先是假装问候小美母亲的病情，随后将一个巫蛊人偶送给她，表示可以帮她母亲恢复健康。可当小美接过人偶的瞬间，突然感觉一股黑暗力量贯穿全身，还好弟弟及时出现，将她带回了现实。可她并不知道，其实自己已经被红衣女鬼缠上。晚上睡觉时，诡异的事情再次发生，一个黑影缓缓来到小美床前，用手抚摸着她的脸颊。第二天，小美身体就出现了异常，在床上不停地抽搐，脑海中不断闪出那天接过人偶的画面。父亲一眼看出她这是中了降头，赶紧找到鲁大师帮忙。只见大师借用神灵之手，将圣水灌入到小美嘴里，在圣水的作用下，小美很快恢复正常，从嘴里吐出一些黑色粘液。当大师准备再次进行时，突然被小帅一把拦下。พอแล้วมีนาจะไม่ไหวแล้วหยุดขวางอาตมาอย่างที่พระที่พี่ชายของโยมเคยทำเลย。听到此话，小帅更加确信这里肯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村民得知小帅是大帅的弟弟后，脸上露出惊慌的表情。这时，小美突然起身，破坏了眼前的祭坛。看来她和小帅一样，也是个无神论者。事后，小帅搞不懂他们为何不带小美去看医生，这样下去只会让病情越来越重。可小和尚却认为大师已经帮他治愈，如果出现异常，也是他破坏祭坛所带来的报应。果然，第二天，小美的病情再次加重，跪在角落不停地撞击墙壁，脸上还露出诡异的微笑。小帅颤抖着走上前，刚一伸手，小美突然转身发出瘆人的惨叫，然后迅速跑出房间，跌跌撞撞来到村子最神圣的地方，跪在神灵面前祈求对方的原谅。当小帅等人赶到时，小美早已离开。为了打破他们心中的信仰，小帅捡起木棍，果断来到神灵面前。ถ้ามึงศักดิ์สิทธิ์จริงอ่ะมึงออกมาเจอกูดิ。随着雕像被破坏，雕塑师这边很快察觉到异常。当小帅准备再次破坏时，被赶到的雕哥及时制止，劝他不要冒犯那些未知的东西。小帅一脸不屑地准备离开，结果没走2步就突然跪倒在地，好像被邪灵附身一样，眼睛变成了红色，然后举起石头疯狂砸向自己的手背。众人见状，赶紧上前帮忙。这时，雕哥胸前的吊坠也突然有所感应。只见雕哥念出一段咒语，然后将其戴在小帅身上，随着一声木ผี邪祟被成功击退。最后在雕哥的帮助下，一起将神像重新修复。第二天找到小美时，发现她已经淹死在河中，用骨灰制成雕塑后，永远立在了家门口。整理小美的遗物时，傻根无意间发现一个人偶，雕哥看到后，终于明白了真相。每个巫蛊人偶都是通过不同的方式制作而成，它既可以保护，也能成为最邪恶的物品。小美中的是水鬼人偶，被眼中的幻想迷惑而死。这时美帝突然想起小杰送她人偶的画面，可当他们来小杰家，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，
此时小帅逐渐对神灵有了一丝信仰，祈求神灵帮他指出一条明路，尽快查出杀死小美的凶手和哥哥的下落。果然第二天，小帅在树林闲逛时，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。拨开上面的树叶后，居然发现一具严重腐烂的尸体。众人赶到现场后，一眼认出他就是失踪的小杰。小帅希望他们赶快报警，可村长却认为这样做只会坏了村子的名声，一旦消息传出去，就不会有人再过来祭拜神灵。大师提议把尸体拉回仓库，并暂时将这里关闭。眼看事情越来越严重，胖大师偷偷拿走功德箱里的钱，准备连夜跑路。结果还没走出森林，就发生了意外，被活活吊死在了树上。鲁大师表示，胖师傅患有抑郁症，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小帅一眼看出这简直就是胡扯，以他那种体型，不可能将自己挂到树上。大师和村长听后都沉默了，决定给胖大师办一场像样的葬礼。离开后，小帅在树林发现一道铁门，刚走上前，2名大师突然出现，被训斥一顿后，只好灰溜溜的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小帅继续调查时，无意间闯入一个堆满雕像的房间，扯下黑布后，居然看到哥哥的雕像。就当他一脸疑惑时，雕哥突然出现在身后，表示他哥哥失踪这么多年，不可能还活着。当时他为了保护宗教，全力阻止寺庙利用神像来赚钱，结果却遭到奸人所害。现在岛上每个人都已被迷信洗脑，所有不敬者也会被残忍杀害。报警对他们来说根本没用，唯一的生存法则就是视而不见。可小帅坚决不信邪，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。在夜幕笼罩下，偷偷来到朝拜者圣地。当小帅向佛像缓缓靠近时，一个黑影突然出现，并迅速从林中小帅被吓坏了，在树林拼命逃跑，突然被一件袈裟牢牢缠住。张大师在一旁边念着咒语。镜头一转，小帅居然满血复活。原来刚才是雕哥用巫蛊人偶帮他逃过一劫。随后两人来到仓库，里面有许多用布包裹的雕像，而且小杰的尸体早就不翼而飞。回到家后，雕哥表示他刚才遇到的恐怖丧尸是用小杰尸体做成的巫蛊人偶，这是邪术中最特殊的一种，以人体为元素，让人偶变得更加强大。现在他们必须找到小杰的尸体和制作人偶的人才能破解诅咒。小帅认为张大师就是幕后真凶，因为他被袭击那天看到张大师在一旁念咒，好像在指挥巫蛊人偶。为了尽快查出真相，几人决定分开行动。美帝独自来到楼上，找到一本写满咒语的古书，还没来得及查看，突然听到床下传来异响。还好朋友和傻根及时出现，将他救了回来。结果逃跑时不小心把书掉在了地上，总感觉邪恶力量正在向他们慢慢逼近。情急之下，几人果断跳进了河里。在傻根的帮助下，两人成功上岸，结果自己却被巫蛊人偶一把抓住，直接摁进了水里。本以为傻根就这样领了盒饭，就在几人伤心之余，傻根又奇迹般的出现在眼前。小强对自己的自私和懦弱感到羞愧，让几人的关系更进了一步。小帅更是被这种无畏精神彻底感动。这天小帅和傻根闲聊时，突然看到村长鬼鬼祟祟的走进树林，两人一路尾随，来到那扇铁门前。就当两人好奇的向里望去时，村长突然从身后出现，用枪顶住小帅的脑袋。มึง2คนนี่นะมึงมาทำเหี้ยอะไรกันเนี่ยฮะ？傻根见状，立马冲上去，一把推开他的手臂，为他们争取到逃跑时间。不料村长很快追了上来，将小帅一人放回。几分钟过后，傻根浑身是血走出森林，让三兄弟赶紧去拯救小帅。此时，小帅已经被带到那间充满好奇的房间，即将被鲁大师做人强化版的巫蛊人偶。好在紧急时刻，几人带雕哥一起赶到，冲进洞穴后将小帅救了回来。可还没等他们喘口气，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，头顶上突然出现一个巫蛊人偶。几人被吓得落荒而逃，一路跑到朝拜者圣地。此时鲁大师正躲在暗处，疯狂地念着咒语，准备召唤4位神秘隐士，操控那些巫蛊人偶，将他们一举歼灭。就当几人放松警惕时，人偶突然出现，对方开无差别进攻。最后一把将傻根掐住。紧急时刻，张大师突然出现，让小帅用项链进行反击。小帅听后，赶紧将其摘下，套在人偶身上。果然，在神力的反噬下，人偶突然炸裂，彻底化为灰烬。随后，张大师在众人面前终于揭开了鲁大师的真实身份。原来，他和胖大师本是一对杀人豪魔，利用巫毒人偶获取不义之财。后来被警方发现后，便逃到这个隐秘的村庄，将原来的主持残忍杀害后，利用村民的信仰，在这里赚得盆满钵满。雕哥得知真相后，怒气爆发，结果刚要动手，随后又激活一旁的人偶，对他们展开攻击。这时傻根突然发现，原来他就是小帅的哥哥，几年前就被鲁大师制成了人偶。一气之下，直接冲到鲁大师面前，凭借主角光环，徒手将其撕碎。鲁大师死后，人偶瞬间失去战斗力，最后在所有人的感化下，成功唤醒他善良的一面，带着遗憾和不舍，永远离开了大家。最后在洞穴终于找到哥哥的尸骨，按照当地习俗，将其制成佛像，放在了河边，永远守护着这片净土。电影结尾，小帅和众人
众人道别后，决定带傻根一起离开，到曼谷开启新的人生。表面上看似完美的结局，突然迎来惊天逆转。原来傻根才是隐藏在黑暗中的终极 BOSS， 也是杀害胖大师的幕后真凶。几年前，在鲁大师的威胁下，用锤子将小帅的哥哥活活敲死，随后和他一起学起巫术，里应外合的配合下除掉那些违背之人。那天他无意间听到小杰送给小美一个巫蛊人偶后，立马醋意大发，偷偷将制作好的水鬼人偶调换后，对小美施下巫毒诅咒。当小美祈求神灵原谅时，又偷偷躲在背后将小美彻底蛊惑，以为这样他们就能永远的在一起。没想到这天却被小杰发现，打斗中不慎将小美扔进水里。小美死后，小杰准备带她找鲁大师认罪，结果走到半路就被傻根残忍杀害。他和小帅被村长袭击那天，小帅被打晕后，傻根暴露出本性，将村长一刀封喉。而鲁大师正在背后注视着一切，本以为借几人之手铲除鲁大师后，就再也没人知道真相和他巫师的身份，可纸终究包不住火，再好的伪装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此时不知情的小帅还在幻想今后的美好时光，殊不知真正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整个曼谷很快就会在巫蛊人偶的蛊惑下建立。